在未来世界将不再有舞蹈老师这个职业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舞蹈鞋，只要穿上它，对舞蹈的理解就会达到王者段位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撩妹神器，雄霸却差点因为他社死当场。最近的学校流行起了舞蹈热，与四肢不协调的大雄相比，出木山仅凭一曲舞蹈就收获了3名后宫。看着学门技巧还能撩妹，虎父二人顿时组成临时同盟，要比武招亲。唯独扔下被抢了媳妇的大雄独自悲伤。小多拉觉得目前的大雄只有2条路可走，一条是接过这顶绿帽，另一条则是靠舞蹈夺回媳妇。岂料大雄的舞技简直离谱，就像过期牛奶喝多了精神出了问题。小多拉只好拿出自动舞蹈鞋让大雄穿上，接着播放伴奏。下一秒，大雄自封也比杰克逊，成了最强舞者。原来这双舞鞋会根据音乐的氛围自动编排舞蹈，比如播放轻松的音乐，大雄就会跳起节日舞蹈。可就在大雄要用舞蹈夺回静香时，社畜老爸却因着急加班穿走了舞蹈鞋。看着老爸一脚地板油扬长而去，小多拉担心他会在公司一言不合就开跳，于是2人用竹蜻蜓一路追到老爸公司，接着用隐身斗篷走进了大厦。此时的老爸正走进社长的办公室，准备跟他谈一个小目标的生意，而大雄也用穿透环钻进房间，准备给老爸的脚上来点瘙痒跳蚤，让他痒到主动脱下鞋子。岂料就在此时，老爸伴随着社长的手机铃声跳起了男版的天鹅湖。没想到刚跳完一曲，社长的手机铃声就再次响起，老爸被迫再次当起了最强舞者。岂料这次社长决定不接电话，大雄2人只好配合着老爸的走位，疯狂地转动着社长的座椅。终于在转了9981圈后，手机铃声停了下来，社长也只剩下半条命了。于是他决定先去当个干饭人补充下血条。可城市中处处充满音乐，大雄2人只好跟随其后当个护爹狂魔。然而在等红绿灯时，大雄无意间站到了自动门前，店内的音乐瞬间响起，让老爸原地跳起了恰恰舞。而舞蹈鞋对舞蹈的理解堪称10级学者，就连烤地瓜的音乐也会让老爸闻瓜起舞。小多拉只好掏出缩小灯，让烤地瓜车原地消失。虽然成功救下了差点社死的老爸，可烤地瓜的大叔也差点被一头秃头大脸怪吓到原地去世。比起脱掉鞋子，现在更严峻的问题是要阻止老爸听到音乐。2人在老爸的必经之路上严防死守，本想关掉滑板少年的录音机，却不曾想坐上了滑板这趟顺风车，直接将录音机送到了老爸面前。只见老爸一个机灵，就跳起了丝滑的水蛇舞。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，要不是大雄及时关掉了录音机，老爸差点就跟社长一吻定情了。可惜困境接踵而至，广场上突然播放起探戈的音乐，下一秒，老爸一把将社长揽入怀中，带着他跳起了双人探戈。在音乐结束时，2人还来了个完美造型。岂料一曲过后，社长不仅没生气，还想把老爸变成他的长期舞伴。毕竟这年头去跳广场舞，每个舞伴都会被叫老年丧偶。看着老爸因祸得福，2人终于放下心来。第2天，胖虎努力准备着比武招亲，可队友的舞姿就像欧巴打碟，看着就像软饭男。就在此时，一名黑衣人怒闯排练场，凭借一套丝滑的舞蹈，成功跟胖虎成为了知心密友。胖虎更是原地解散了原团体，跟大雄组成最强舞者联盟。傍晚时分，大家都期待着胖虎的比武招亲，岂料胖虎竟来了一招必杀技。只见他外套一脱，就要临时加场演唱会，而大雄非常荣幸地成为了胖虎的私人伴舞。即便大雄想逃，可舞鞋却将他牢牢固定在舞台之上。众人一脸难受，只有小夫一脸享受，因为曾经离胖虎最近的人是他，而现在却成了大雄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喝花不赏酒，赏酒不喝花，4个醉汉赏花赏着就赏去了大雄家，就差没在大雄房间里嘘了。大雄还能让他们完整的出去，心理素质也忒强大了吧。又是樱花漫烂的时节，难得大雄一家也计划着去赏花。老爸有休假，天气又好，眼看便当都准备好了，公司却忽然对老爸使用了大召唤术，一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目送老爸回到社畜生活中去。虽然樱花明年还会开，可今年不看是今年的损失。大雄巴不得老爸失业，现在立刻去赏花。社畜的苦果果然只有蓝胖子能懂。蓝胖子拿出了电子图鉴，想让他看看虚拟樱花得了。可大雄也不是好忽悠的，没真花怎能叫做赏花呢？于是蓝胖子又拿出一箩筐漫天花雨，哐哐一顿撒，樱花云朵朵飘。可大雄毛病贼多，表示人家要的是氛围。见大雄挑来挑去，蓝胖子不干了，但又想起自己还有一件神器——墙壁风景更换机。只见他把机器调整到本来要去的陆母公园的方位，壁橱墙壁上一下子就出现了樱花盛开的公园里的场景，让人感觉身临其境。不仅樱花飞舞，就连炒面的香气也是同步的。一个羽毛球砸中大雄的脑门，大雄也不生气，把球还了回去。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找不着妈的孩子，蓝胖子掏出喇叭就是一阵狂吼，成功拯救了一名走失儿童。
两人赏花1分钟，好事做了一房间。好不容易消停了一会儿，一帮醉汉竟把大雄的房间当成了空地，二话不说就爬了进来，继续对瓶吹，还自顾自地开起了演唱会来。人有3急，喝多了的醉汉想在大雄房间里就地解决，直接被大雄推到厕所。蓝胖子也没闲着，奋力护住了冰箱里的口粮。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不在房间，剩下的俩醉汉就干了起来。回来劝架的不知怎么也直接加入战斗。蓝胖子终于绷不住了，关闭了机器，对着4名醉汉就是一波灵魂咆哮。醉汉们直接4脸懵逼，环视4周后立马开溜了。吸取了教训，蓝胖子这次决定从高处赏花，没有别人打扰的美景真是绝妙。这种好事，大雄当然不会忘了老婆和基友们。小伙伴们来到大雄房间后都惊呆了，没想到在大雄家还能看到这样的美景。大雄2人端来了果汁和铜锣烧，当然大家也都带了吃的。静香亲自做了充满爱的小蛋糕，小夫呢必须是超高级的烤牛肉，胖虎倒好，直接从自家店里顺了些干货来。干杯过后，赏美景品美食，真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啊！今年的赏樱花对大雄来说应该很特别吧？相比之下，老爸一直工作到家人都睡下了才回家，只从公司窗户边看过一眼楼下的樱花，听见爸妈充满遗憾的对话，大雄孝心大发，和爸妈玩起了神秘。关上门，在里面捣鼓了半天，才让他俩进去。走进房间一看，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大餐。爸妈入座后，蓝胖子启动了墙壁封纸更换机，出现在爸妈眼前的是别有一番意趣的夜莺风景。蓝胖子又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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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扔出了一堆照明灯，一家人就这样其乐融融地赏起花来。今天就是除夕了，陆木祝小伙伴们春节快乐，同时也要记得多陪陪为生活而忙碌的爸妈哟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化身套马的汉子，想威武雄壮，可却亲手把自己的今生所爱送到了矮富帅的面前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大风呼啸的冬天，没有比在自家烤火更悠闲自在的了。可这一切都被静香的一声呼唤打断了，让大雄帮捡羽毛球。大雄想都没想就让蓝胖子去捡，但大冬天谁爱动啊？蓝胖子拿出魔绳，然后查找对应的曲谱，就吹了起来。只见绳子从罐子中盘旋而出，慢慢来到窗外，抓住羽毛球，送到了静香面前，而后绳子又乖乖地回到了罐子里。大雄还没整明白原理，让蓝胖子再来一次。这一次，蓝胖子盯上了自家的点心，绳子穿过漫长的走廊，明目张胆地当着老妈的面作案，拿回了点心，吃着偷来的铜锣烧。大雄也想练练手，翻到作业的曲谱就要来上一曲，可大雄吹得太烂，被绳子处以鞭刑。再吹一次，又因为气不足被掀翻在地。但只要能偷懒，大雄就不会放弃。这一次终于成功，作业分分钟被做完。要是这股努力的劲儿用在学习上该多好！这时，家庭主妇竟然因为不会打包犯起了愁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吹起笛子，轻轻松松帮老妈完成了打包。大雄认为有这么方便的道具，不用绝对脑子有问题。说着就吹起套索的曲子，要套个媳妇儿回来。静香莫名其妙被套起，飞越大街小巷，可大雄这面又气血不足，亲手把媳妇儿送到了矮富帅的家中。大雄的这波操作给蓝胖子都看傻了，担心此时的静香可能已经摔成肉饼了。此时的小夫也是一脸震惊，喜欢泡澡也不用来我家鱼塘里泡吧。静香浑身湿漉漉的往家走，竟然在自家门口看到犯人骑着犯罪工具前来不打自招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感觉自己要住孤生了。大雄决定挽救一下，可没想到绳子竟然也是一个老司机，还美名其曰帮静香晒衣服。大雄厚着脸皮跟在满脸怒气的静香身后来到空地，蓝胖子吹出个蹦床，静香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蓝胖子吹了足足10分钟，终于顶不住了，给大雄摔了个屁股蹲，只能换大雄来吹。这次轮到蓝胖子无限畅玩了，可大雄突然吹得比窜稀还快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送上了天。小夫那面还在跟胖虎说天上掉下个静香妹，下一秒蓝胖子化身炸弹猫来了个亲身教学。眼看头顶1米高的大包，胖虎怎么可能放过蓝胖子？眼看大雄就在前方，蓝胖子玩命呼救。大雄吹起笛子，决定化敌为友。胖虎玩得相当自嗨，可大雄一个大喷嚏直接甩飞胖虎，这下胖虎更不能放过2人了。大雄已经没有力气吹笛子了，蓝胖子接过命运的笛子，绳子幻化成马，带着2人逃出升天。可蓝胖子也有点气血不足了。此时小夫听到了笛声，只见他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倒挂金钩的2人，拿出剪刀就是一剪。
大雄两人狠狠摔在地上。大雄又吹起了套索曲，可小夫剪刀在手，绳子我剪。大雄决定来波必杀技，吹首龙卷风。可大雄这水平根本吹不出肖邦的寂寞。大雄每吹一句，蓝胖子就挨一次鞭打。大雄终于体力不支，笛子掉落，落入胖虎手中。二话不说就照着曲谱吹了起来，却把自己捆成了粽子。原来是吹了捆绑的曲子。道具好用，也不要贪用哟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道具应该出自哪个国家呢？